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幕君。上回是说到，路飞一伙已经回到了梅利号上，但是娜美却突然发现空岛上的黄金全部被海军给抢了。炮弹爆炸后的硝烟将梅利号和追击的军舰笼罩其中。草帽团本想趁着这股浓烟一口气跑出这把要塞，但是娜美执意要掉头找回黄金。胡子司令早就算计到了，他断定草帽团绝对不会丢弃黄金逃走的，他们一定会再次折返回到基地里。路飞听从了娜美的建议，全团掉头。浓密的烟雾中，海军无法锁定草帽团，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军舰群利用鸣锣来互相通告报信。娜美则反过来利用海军的锣声指挥乔巴和山治操控梅利号，顺利的在军舰群中来回穿梭，用浓烟做掩护，甩掉了军舰群，悄悄逃回了要塞内海。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如果梅利号穿过烟雾，就会暴露在海军的视野中，无数门大炮会瞬间将梅利号摧毁。罗宾站出来告诉娜美，他偷看过要塞的资料，目前因为缩减开支裁掉了很多军舰，所以要塞内海的许多船坞都是空的，可以将梅利号藏在船坞中躲过海军的搜查。草帽团成功绕过海军的哨兵，躲进了某一个闲置的船坞里。山治将船上仅有的一些食材加工分给大家，众人一边吃饭一边商讨对策。除了娜美，大家都对掉头回来的决定很后悔，想要放弃黄金逃走。娜美微微一笑，开启了洗脑模式。大家一听娜美要平分黄金，顿时都来了精神。路飞一直想要个铜像，乔巴想买很多的医学书籍，山治计划买新的厨具和老鼠夹，索隆一心想买酒喝。一瞬间众人达成共识，就算不要命也要夺回黄金。娜美告诉众人，自己一直攒着私房钱，准备将梅利号彻底维修一遍，在伟大航路上一定有工艺精湛的专业船工。梅利号一路载着众人受伤不少，每个人对梅利号都有深深的回忆。乌索普虽然对梅利号精心呵护，但毕竟是个外行，很多修理技巧并不专业，这就导致梅利号一直新伤盖旧伤，没有得到一个全面的检修维护。梅利号一直很努力，但已经破旧不堪了，有了这笔黄金就可以将梅利号彻底大修一次。此时路飞突然决定一定要找到一个专业的船工做伙伴。草帽团的航海之路还很漫长，一定要有一个能保护梅利号的船工。大家被路飞的激情所打动，路飞话锋一转，还有一个音乐家做伙伴。但目前的问题是，黄金会被海军藏在哪里？罗宾指着地图上一个地方，很肯定地说，就是这里。虽然这是推测，不过从整个要塞的地形来看，只有这个地方最有可能成为金库。众人立刻开始行动，将梅利号伪装成军舰，准备再次潜入基地，开始黄金夺回战。不过7个人一起行动也太过显眼了，而且梅利号虽然被伪装成了军舰，万一被发现了，也立刻会遭到海军的炮轰，让人很难放心。乌索普化身乌索普船长对全员展开了任务分配，他将所有的成员分为2个小队，分别是由路飞、索隆、罗宾、乌索普组成的黄金夺回小队，和由娜美、山治组成的威霸回收小队。乔巴那一边期待了半天，最后沦为留守儿童，留在原地负责守船。乌索普安慰乔巴一顿，众人开始兵分2路出发。同一时间，海军基地内，海兵们尝过了山治做的菜后，口味变得十分刁钻，再吃海军厨师的菜就觉得难以下咽，怨声载道。一开始美女厨师长还坚持海军的尊严，绝对不用身为海贼的山治留下的料理配方，但是无奈海兵们的埋怨声太大，美女厨师长为了保全面子，还是放下了所谓的海军尊严，把山治的料理配方贴在墙上，让厨师们也用山治的方法做菜。不过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美女厨师长不能忍受海贼山治的厨艺高过自己，他下令海兵厨师一定要研究出超过山治料理的更美味料理，实验对象就是胡子司令。对于本基地厨师的水平，胡子司令是知道的，一看这个菜就没了食欲，正请属下来做报告。胡子司令很自然地把手下请到座位上，让他替自己把饭菜吃光。海军本部的检察官因为被胡子司令的手下恶整，心中十分不爽，一直找机会报复胡子司令。他听说草帽团的目标是黄金之后，决定打个先手，将草帽团抓住，让胡子司令身败名裂。草帽团路飞4人成功登陆，向海军基地的金库奔去。乌索普发射飞索勾住金库外面的护栏，4人利用滑轮沿着索道滑下，直接到了藏着金库的悬崖门口。路飞等人潜入基地，顺着走廊一路狂奔，十分顺利。罗宾感觉很不可思议，就像之前一样，往往越顺利的道路越让人不安，海军一定在这里布置了埋伏。果不其然，海军在金库周围布置了重重陷阱，只等着路飞等人深入其中。路飞等人很快找到了金库的大门，不过这个巨大的铁门看上去十分坚固，蛮力是无法破坏的。乌索普研究了一下大门的旋钮，这时候四周突然有数个探照灯射过来，
接着一群海军围拢包围，将路飞等人困在其中。路飞三人在前面负责扛海军伤害，乌索普在后面撬金库的密码锁。路飞将海军的子弹弹射回去，索隆踩着路飞登上基地2层，一刀解决了那里的狙击手。不过即便草帽团战斗力很强，但也架不住海军这边人太多，一浪接着一浪的人海战术很快将路飞等人包围。乌索普集中精力破解密码锁，果然不负众望，成功将金库大门打开。结果发现这是胡子司令的骗局，金库里根本没有金子，只有一个很丑陋的画。海军们将路飞等人的退路已经堵死，无数的海军把他们团团包围。这时候海军总部的那个检察官带着一群海兵跑过来抢攻，路飞一见到这家伙就一阵挖苦。紧接着后面的手下又补了一刀，告诉检察官这种兵力围剿路飞等人是不可能的。检察官暴跳如雷，掏出一个火箭筒对准路飞等人就发射，结果火箭筒打反了，把自己这方本来就不充足的兵力又轰掉了一半。检察官看了说明书，然后抬起火箭筒继续攻击。罗密有能力控制他把火箭筒反转，对准自己人不断开炮，于是轻松打开了海军包围圈，4个人立刻溜了。娜美和山治顺利的找到了藏在草丛中的威霸，躲过海军层层的巡逻队后回到了梅利号。娜美听乔巴抱怨路飞等人还没回来，担心黄金巡回战泡汤，于是把山治留在船上，自己骑着威霸跑出去寻找。路飞4人从金库逃出来，漫无目的的随处乱逛。幸运的是遇到了之前帮助过他们的女医生眼镜姐和船工老大爷，这2人竟然是父女。听说路飞他们这回是为了寻找被海军扣押的黄金，虽然他们父女也不知道黄金在哪儿，但是老大爷只给路飞他们一条能避开海军出去的路，并提示乌索普也许黄金就在能看到的地方。路飞等人按照老大爷指的方向，路飞爬上一个小山坡，正巧遇到了娜美。娜美一分析老大爷和乌索普说的话，猜测黄金应该就在胡子司令身边，于是骑上威霸和路飞去找胡子司令的房间。娜美驾驶威霸十分勇猛，在水上顶着海军的枪林弹雨飞驰，然后顺着岩壁直接冲进了胡子司令的房间窗子。胡子司令看见娜美和路飞一点都不惊讶，平静地和他们打招呼。娜美问胡子司令黄金到底被藏在哪里，不过海兵们已经涌进房间，将2人围困住。路飞背起黄金准备干架，一个海兵率先开枪发射了海漏石兜网，将路飞套住。路飞眼见老大不行了，只好自己上了。他用天侯棒制造出雷云，一个群体伤害干倒海军，然后骑着威霸把路飞抓起来，2人载着黄金就溜了。伪装成军舰的梅利号从船坞驶出来，正好碰见了路飞和娜美。梅利号成功骗过了海军，在海军方面发现这艘可疑的船时，已经不知不觉地给梅利号领航了很久。梅利号打开伪装，加速逃走，后面的劣质外壳直接撞在了搜查的军舰上。胡子司令站在阳台上，眼看着梅利号越溜越远，但是他依然自信草帽团逃不出去，因为在这把要塞里还有一个终极陷阱。梅利号很顺利地逃出海军的追击，娜美站在船尾却一脸严肃。后面追击的军舰行动十分反常，追了梅利号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帆抛锚，看上去好像是放弃了。娜美心里很清楚，让海军放弃追击是不可能的，起码应该发射几发炮弹进攻吧。现在这种情况看起来，海军很可能还有其他的阴谋。根据胡子司令的说法，晚上9点钟，纳巴龙海会出现急速退潮，俗称纳巴龙獠牙，这就是对付草帽团最后的陷阱。娜美很快就发现海流的异常，仔细对着这把要塞内海地形图一分析，娜美突然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个要塞会将暗礁很多的内海作为港口，就是为了方便利用退潮将敌人困在要塞内。娜美说完，梅利号一顿震动，船体已经搁浅了，船舱内被暗礁撞出了许多缺口，海水不断的灌入舱内。不过灌了一会儿就没有海水了，因为这片区域的海水已经完全退潮了。海军要塞这边已经将百门大炮和数个探照灯对了过来，喊话草帽团就地投降。投降当然是不可能的，草帽团从来就没有投过降。7个人躲在梅利号里商讨紧急对策，最后决定用冲击背将梅利号送上天，再用空岛的章鱼气球拉着梅利号飞出去。路飞于是从裤裆里掏出章鱼，众人开始行动。乌索普被路飞3人架着，强迫他用冲击背制造冲击力，梅利号一下子飞起来，这应该就是桑尼号风来炮的雏形吧。接着又将章鱼鼓成热气球，成功的把梅利号带上天，在海军们瞠目结舌的目光中飘出了要塞。海军的废物检察官为了抢争功劳，跑出去用火箭弹攻击梅利号，结果一炮将海军要塞本来瞄准路飞的大炮轰塌，又帮助草帽团逃出了海军的攻击范围。虽然草帽团逃走了，但是胡子司令一点都不觉得遗憾，甚至还很欣慰，因为草帽团的闯入让本来已经懒散成习的这把海军重新燃起斗志，团结起来。
而且因为这次的海贼闹剧，总部也会更加重视这一帮的地位，扶持这一帮要塞继续发展的。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